今天礼拜天啊，那立刻的题目是难题，而且是图论的啊，连续2天都是图论的问题啊。昨天也是个难题，那昨天是一个所谓的没有方向的图，那今天是一个有方向的图啊。有方向的图当然就解法跟无方向的图的解法会比较不太一样。那我们就主要今天所使用的方式应该是所谓的拓扑排序啊。拓扑排序原则上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可以用所谓的看演算法，或者是用深度优先啊 DFS 的演算法，应该都可以把它解出来。好，那我们就看一下相关的一个题目。好，那我们当然要先看懂题目了啊。题目的叙述，有点绕口啊。这个是第1203题啊，主要是根据它的群组来排序啊，针对它任何的物品来排序。那同时呢，要考虑它的相关性。那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它大概的题目的一个叙述。他说总共有 n 个物品，然后每一个物品呢，它可能会属于一个或没有这个群组，所以群组总共是有 n 个，它最多就一个群组嘛，然后呢，它这边是用 group I 来表示它所代表的第 I 个物件所属的群组，它有可能是负1啦，负1的话就是不属于任何群组。好，那它的阵列当然是从0开始啊，所以你就很方便啊，不需要再调整。好，那一个群组它可能没有任何的物品啊，这个必须要，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没有任何 item。那请你返回它排序的物品，它要满足下面的条件。好，在同一个群组里面的物品，彼此是要排序好啊，就是你要排序啊，这个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哈。就是这个当然就一般的一个排序，当然就可以做得到。第二个是说，它有一个关系啊，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阵列叫做 before items i 啊，那这个是说，这个 before items 里面的那个物品呢，它必须要先列在前面啊，列在那个 item 的前面啊，列在 item 的前面。好，那这个当然是蛮重要的。那也有可能有一个以上的解啊，知道你就传回来一个解，或者没有解的话就是空的阵列啊。大概情况是这样啊，它的题目叙述啊有点绕口。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相关的例子的说明啊，解这一类的问题。那你独立的物品呢，其实它自己也是一个，也应该是一个群组啊，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列上来啊，所以这边，所以我们是0、1，所以这个0的话，它应该就是它所属的群组是2、3，这边的话4，所以我们多了啊，将另外独立的个别 isolated 的物件呢，我们又多加了3个群组。好，再来第3个栏位，当然就是它的 before items 的部分了啊，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去看啊，它
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这边要列1的话，你之前你就必须要先列6，好，所以这个当然你就把它表列出来，看起来会比这边以文字叙述的或者以这样的一个文字叙述的方式要更为清楚一些。它的答案是这个。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所以我们大概我们的群组里面，群组里面有我们多加3个。那因为原则上它这个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化约成为 graph theory 的问题。所以原则上 graph theory 的问题不外乎就是 vertex 跟 edge。那当然这边的话，你当然可以画7个点，好，那分别跟它编号或怎么样的。那基本上它那个解题的方式就是说，你 items 自己是一个图，那 group 另外是一个图。原则上它是它的提示是建议我们这样做图论的问题 ，generating graph theory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当然一般解这一类的问题，当然一个标准的解法就是我们去做所谓的Johnson matrix 或者 Johnson list， 或者你用适当的资料结构将它做出来，根据它这里一个资讯。原则上，我们针对 group 的部分，我们将它的 Johnson list 这样做出来。根据 item 的部分，根据它关系，也根据它 before item 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将它的Johnson list 将它做出来。好，做出来之后呢，再来就是说你要排序嘛，因为它是有优先顺序的。所以原则上这一类的问题，其实就是叫做所谓的拓扑排序。好，那拓扑排序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先针对 group 的部分去做拓扑排序，针对 item 的部分再做拓扑排序。然后你最后显示出来当然是整个所谓的 item 但是你的 item 的排序必须还是要根据 group 的顺序再去做调整。所以这是我们所显示出来的答案。这个我们两者当然是相同。好，那解这类问题呢，其实要把握几个原则。好，那解法来讲的话，我们是采用所谓的广度优先的一种演算方式，所谓的 Cons 演算法。Cons 演算法呢，其实它原理就是说，因为你是有方向的图，有 edge 所以就每个点，每个 vertex， 你看看有几条边进入它，所以你就去算。基本上你前面当然0跟1就是我们所谓的前置处理啦，你要先将所谓的独立的物品它自己也是一个 group， 也是一个群组。然后再将所谓的 Johnson list 将它造好。好，真正的一个演算的方式，当然就是说，COM 的演算法是 BFS， 所以你需要一个 Q。那我们这个 Q 里面最开始要塞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塞那个 degree 是0的 vertex。好，然后再来就是一个while loop，while 回圈。只要是这个 Q 它不是空，那我们就持续去进行你当然就是看它在这个 Q 最前端出来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加到我们的答案里面，然后再看它的 Johnson list 同时呢，你先减1，然后再看它减1之后的那个 degree 是不是0。所以减1这边的效果就是你将那个 edge 将它 remove， 那个情况是一样的，然后再把它如果是0的，再把它丢到把它放在这个 Q 里面，持续用这样一个 while loop。最后我们当然要看你这个等到你这个 Q
空了之后，它是，也就是说，看你是不是还有 vertex， 它 degree 是大于0的。如果是还有大于0，当然就代表你这个解是不存在的。好，基本上它的一个解法大概是这样。好，另外当然有一个方式是深度优先的。然后我们先看看我们相关的有关于那个 COM 演算法的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拓扑排序的我们的一个function。好，所以我们丢进来，原则上你的 Johnson list 或者 Johnson matrix， 我们这边应该用的是 Johnson list。然后它相关的 in degree 还有它的相关这样的一个阵列的一个 size。好，那原则上你就是要有个 Q。好，然后我们就先把 degree 是0的，我们就先放在这个 Q 里面。好，我们的解答。好，跟刚刚所说的一样，就是说，你只要你的 Q 非空的话，我们就看你在这个 Q 的最前端，最前端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塞到我们的答案的这个 list 里面，然后再看它的Johnson 的 vertex 它是减1之后呢，也就将它的 h 去除之后呢，它是否 degree 是0。如果是0，我们再把它放到这 Q 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标准的 COM 的演算法。这是一个常见到，特别是针对拓扑排序，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好，那最后我们再去检查它是否还有 vertex， 它的 degree 是大于0的。如果还有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解，那你就传回去就是一个空的一个清单。基本上这是我们的有关于拓扑排序上的一个演算方式。好，另外一个演算方式呢，是所谓的深度优先的演算方式。深度优先呢，因为基本上你当然也可以用一个stake 去做了，当然原则上因为你就用系统的堆叠嘛，所以它就可以用递回的方式去撰写。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图论问题，如果深度优先可以做，我们当然可以试着去考虑。基本上它在实作上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原则上我们当然是从某一个 vertex 开始。基本上开始的 vertex 它的 degree 当然是必须是0。好，那深度优先。当然你需要去记录它是否有被走访过。那我们其实蛮简单的，也就是当你有走访过的，我们就设它的 degree 为-1。那我们有经过的，就把它加到那个答案的 list 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看它的adjacent vertex 的部分。如果它一样，先把那 h 拿掉，也就是它先减1，看它是不是等于0。等于0的话，我们再去递回的方式，再去呼叫我们的深度优先的方式。所以它的演算方式呢，其实就几行就完成了。那我们在呼叫部分呢，在这边我们当然就是看你所有的这样的 vertex 整个去跑一遍。看看它是不是有 degree 是0的如果已经有被走访过当然就在这边就会有记录在26行的地方。然后最后一样，跟看演算法部分一样，你必须要看它是不是还有 vertex 呢，它的 degree 是大于0的。这部分要做一个检查。最后呢，你再把它的答案呢将它 return 回去。这个我们也可以采用深度优先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呢看整体的一个程式大概是要怎么去撰写。整体的程式部分我们看到这边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 function， 我们的 sort items 里面当然就是我告诉你有多少个物品，有多少个群组，
然后群组的阵列，以及 before item 的二维的一个阵列。好，那我们当然刚刚有讲过，一开始你当然要先把那个独立的物品自行要形成一个群组。我们的方式就是从 M 开始。然后在这个部分45行到58行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去建构我们的 adjacent list 啊，这个也是一般蛮标准图论的方式啊。同时我们加上 degree 的资讯啊，那特别是在 COM 演算法或者我们的深度优先演算法，我们都会用到这些资讯。那你整个所有的物品整个回圈去跑那然后再看它的特别是针对 before items 的这个项目，跟你这个 group I 的这两个值，如果是不同的代表它是在不同的群组；如果相同的话，你群组就不用做。所以，因为群组的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这边要去判断，是否是相同的群组如果不相同，我们这边当然就是你要多加在我们的 adjacent group 的部分特别是它 index 是 from I 的部分，我们就加上 to；from J 的部分就加上 to I。那同时它的 degree 我们也加1。那如果是物品的话，物品当然就很单纯，就直接把它放到那个 list 的尾端就可以了。所以 degree 部分也是加1。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我们这边当然就是 adjacent list 的部分。好。再来就是我们透过我们不同的演算法，你不管是 DFS 或者是 COM 演算法都可以。好，后面的处理呢，其实做到这里，这个大概就差不多就解出来了。就后面呢，你是要稍微小心一些所以如果说这两个排序的东西根据我们的拓扑排序出来的东西，如果任何一个是空的，我们当然 return 回去的值当然就是空就是它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解。那我们是要根据它的物品的排序再去排 item 所以我们这边必须要先做一个处理。所以我们根据我们对群组的排序的部分，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它相关的一个，把它放到这样的items in group 的这样的一个清单里面最后呢，我们会透过这样一个 double for loop 大家就可以把答案呢就把它解出来了所以是先根据排序过的群组，然后那个群组当中里面的 item 大概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有关我们在 LeetCode 上面的一个情况然后这里我们加上了一些简易的一些输出包括我们的 topological sort， 我们这边是用 cons algorithm， 那另外一个是 DFS 的 algorithm， 这两个我们都保留在这边。那我们同时也加上所谓列印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所加上去所考虑的两个例子我们把它 run 一下。好，所以这边那个情形，我们将它整个展开。当然这边你要先去做一些基本的图论的一些处理，它的 adjacent list，然后透过
不管是抗演算法或 DFS 演算法，我们将要做好排序，然后在最后再做一个处理，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我们看情况也是类似。好，第二个例子它是没有答案的啊，就不存在这样的 salty item。好，那这是我们相关的解答。我们 refresh 一下，哦，看的人呢是有一些了，好，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